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可以眷属自己的种族成为神明，而我的麾下明明坐拥千万种族大军，可同学们却嘲笑我是个废物，只因我眷属的种族是最垃圾的大蝗虫，除了比猪能生毫无作用。但别人的眷属不是雷雀就是狼骑兵，最惨的也是哥布林大军。就当我认为自己永无出头之日时，却惊喜发现自己拥有变种天赋生命献祭。此天赋可以献祭生物，换取同等价值的产物。于是一个大胆想法出现在我脑海里，以蝗虫恐怖的繁殖能力，再配合生命献祭，那不得起飞。想到这里，我直接开始没日没夜的刨冰。我用20万的信仰之力释放天赋加速生长，短短14天的时间就将2000万只幼虫孵化，有一半顺利进入成虫期，并大肆产卵超5000万枚。同时，随着蝗虫数量的增多，信仰之力也随之增多，而我仍然将信仰之力全部投入到生长加速中。很快，蝗虫成虫数量达到了25亿。见状，我开始发动生命献祭，瞬间一个巨大的血色法阵浮现在神域之上，而我只保留了1000万成虫来维持种族延续，剩余的24亿蝗虫通通献祭。只见无数道细小的生命能量没入法阵中。随着仪式结束，我的面前出现3个选项，而这正是献祭换来的产物。选项1： 1万哥布林战士精英生命体。选项2：生命泉眼，可源源不断的涌出生命泉水来滋养生命，改良周边环境。选项3：一级生物爆裂之心加载入神域核心后，有一定几率诞生蕴含爆裂之力的核心眷族。见状，我果断选择选项3。霎时间，一股爆裂之力在所有核心眷族身上蔓延。只见剩下的1000万蝗虫中，有部分的蝗虫体表生出火红纹路，体型也增大1倍。我直接抓来一只自爆蝗虫，命令它自爆，而爆炸威力虽然如同一根大炮仗，但仅仅如此，绝对炸不死一名普通的矮人。若是把数量堆上去，或许能行。现在距离上学还有不到8个小时，换算成神域时间，也就是不到4个月。于是我再次发动生长加速的能力，来促进自爆蝗虫繁殖。眨眼间，神域4个月过去。与此同时，伴随着上课铃响，我直接被传送到教室的座位上。教室里大家有说有笑地交流着神域的状况。这时，一道亮丽的身影向自己走来。这女孩叫秦爽，她双手叉腰，神态高傲道：“白总，你想好没有？当我的奴隶，我保证直到高3毕业之前，没人敢欺负你。”听闻我果断拒绝。但就在这时，教室里走进3名男生，为首的正是经常欺负我的校霸张斌。白总，让你准备的100神力带来了吗？赶快交出来，别逼我们动手，否则把你神域核心打碎，让你永无出头之日。我抬起头看向3人，想要神力一点都没有，命有一条，你们要不要？此话一出，张斌一惊，往日我被欺负都是默不作声，怎么今天如此硬气？张斌此刻顿觉恼怒，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信不信我率领我的矮人大军攻破你的神域，把你的神域核心打碎？张斌威胁道。听闻我也不示弱，直接让他有本事就来。被激怒的张斌直接对我激活了入侵卡，瞬间入侵塔化作一道光芒照射在我的身上，紧接着我的意识便被强行带入自己的神域，而入侵塔在锁定目标后，会在目标神域内生成一道空间传送门，从而实现神域之间的入侵。此刻我能够看到在神域荒漠区，一个巨型传送门显现，随后从传送门中走出一支矮人军团。张斌位于矮人军团的上空大吼道：“我以矮人之神的名义命令你！”我的矮人军团去毁灭那群脆弱的蝗虫，捣毁这片神域的核心。矮人军团受到张斌的鼓舞，士气直接提升到顶点。此时同学们纷纷通过神域登录辅助设备进入观战模式。快看，矮人军团里最前面的是一名精英生物，既然已经诞生了精英生命体，白总这次铁定是完了。同学们的看法几乎一边倒，根本没人看好我。而此刻我的神性化身悬于上空，下方则是有着海量的蝗虫飞舞。在经过4个月的培育，蝗虫繁殖了2代，光是普通蝗虫的数量就高达9000多万，精英生命体的自爆蝗虫更是有20万之多。目睹矮人军团冲锋而来，我也下达命令，自爆蝗虫出击。瞬间自爆蝗虫从普通蝗虫群中飞出，聚集成一片赤色云朵。观战的学生们纷纷惊呼：“快看，那些红色的飞虫是什么？”而张斌还来不及下达命令，就见自爆蝗虫如同下雨般冲下，霎时间爆炸声不绝于耳，烟雾四起。待烟雾散去，现场画面让观战的同学们心惊不已，5000名矮人被当场炸死大半，存活下来的矮人也都受了不轻的伤。为首的精英生命体矮人虽还有一战之力，但空中盘旋的自爆蝗虫还有5万之余。张斌见状，慌忙下达神谕，号召存活的矮人赶快回归神域。可我怎会放过张斌？我仗着蝗虫会飞的本能，直接命令神域内的蝗虫穿过传送门，反向入侵张斌的神域。9000多万的普通蝗虫如同黑色风暴，瞬间冲入传送门，大肆破坏着张斌神域中能见到的一切。而蝗虫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此刻张斌看得心都在滴血，连忙向我吼道：“快命令你的眷族从我的神域里滚出去！”可我完全不理会他的怒吼，反而是控制着自爆蝗虫去给那些没死透的矮人补刀。张斌见状直接急了：“我认输，把你的蝗虫从我神域里撤走，让我的眷族回归。”对此我只是一阵冷笑：“你不是想要击碎我的神域核心吗？既然如此，我反过来击碎你的神域核心也是理所当然的。”张斌怒道：“你敢？你若真的做了，我的爸妈绝对不会放过我。爸是半神，我妈也即将晋升半神，你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此刻我脸上冷笑更甚，说的好像我放过你，他们就能饶了我一样。接着我直接下达神谕，给眷族蝗虫不顾一切代价给我撞死他的核心。瞬间海量蝗虫向神域核心发动攻击，哪怕撞死在上面也在所不惜。如此举动可把张斌吓坏。若是神域核心碎裂，他将永远无法晋升半神，无法培养眷族，终生只能当一个神性生物，再无出头之日。而就在这时，一道半神化身突然出现在神域上空，这正是班主任刘
乐天白总住手吧，你已经赢了，又何必赶尽杀绝？此时的张斌脸上浮现出一丝希望，毕竟只要他的神域核心不破，他就能恢复神域，东山再起，重新复仇。但我才不管老师的命令，而是继续让蝗虫撞击张斌的神域核心，并且质问班主任，为什么我在被张斌殴打、被勒索霸凌的时候，你从不出现？我是好欺负吗？听闻刘乐天脸色一黑，虽然他知道我一直被霸凌，但他不想管，因为我无父无母，毫无背景，帮我没有任何好处。而张斌的父亲是半神，母亲即将晋升半神，刘乐天当然分得清该站在哪一边。你先停手，我会给你好好解释此事。闻言我冷笑道，如果今天被攻击神域核心的人是我，你会站出来阻止吗？接着我便命令蝗虫加大攻击，随着张斌核心的破碎声响起，他的神域顿时崩溃，化作数块碎片。此时张斌脸色苍白，瘫坐在地，没了神域，他终生无法晋升半神，只能一辈子沦为废物。而我将碎片收走后，直接困客回了家。虽然这一战获得了胜利，但我知道张斌的半神父亲多半会找到学校闹事，到时学校迫于半神的压力，肯定会把我交出去供张斌父亲处置。所以我现在得抓紧提升实力。随即我取出张斌破碎神域的碎片，将其融入到自己的神域核心内，瞬间我的神域面积扩张到260平方公里，神域核心也提升到了2级，并且还掠夺了他的1级圣物矮人之锤。但此物只能对矮人军团才有，用于是我登录神明交易网站。而为了能换到对自己有利的圣物，上架矮人之锤前，我做了特殊标注，要求有爆裂相关的圣物交换。不过多时，我就交换到了一件名为熔岩火晶的1级圣物，它的作用能够增强卷族火元素的耐性，并提升爆裂威力。就在将熔岩火晶加载到神域核心上时，瞬间一阵火焰之力笼罩在所有蝗虫的身上，接着有1/1000的蝗虫发生变异，普通蝗虫变异后耐高温性提升，自爆蝗虫变异后则是直接进化成爆浆蝗虫。不光爆炸的杀伤力如同一颗手榴弹，并且在爆炸时产生的岩浆飞溅效果会造成大面积的杀伤力。见状，我当即下定决心屯兵，但凡我能有1000万爆浆蝗虫，整个学校我都得横着走。与此同时，学校教导处张斌的父亲张刚怒声道，我儿子现在神域核心破碎，再无重塑可能，今天学校必须给我们交代。教导主任许梅在一旁解释道，据我们所知，这场入侵战是由您的儿子张斌引起，并且张斌同学平日有多次霸凌同学的记录。张刚听闻猛地起身，半神气势也随之而来。怎么，你的意思是我儿子神域核心破碎，完全是咎由自取，学校就一点责任都没有？虽然许梅同为半神，但他所主修的方向是后勤辅助，气势方面与张刚相差甚远。张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针对张斌同学神域核心破碎的事故，学校决定以1亿神力作为赔偿。可张刚虽听到有赔偿，却依旧不满，不够，那小子必须给我开除。此刻许梅眉头一皱，若是在没留意到我的自爆蝗虫前提出这个要求，他绝对会直接开除我学籍。但现在我的事迹已经传遍了整个年级部，导致绝大多数老师认为我是个可塑之才。许梅在思索数秒后斩钉截铁地回答，是我无法答应2位的要求。张刚听闻只好做出退步。徐主任，我可以接受学校不严惩，但作为受害方，我必须要出口气。我会派出一支1000人小队入侵他的神域，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不会再计较。如果连这点小要求你都不答应我，那就别怪我不顾学校面子亲自出手。虽然1000人小队听起来并不多，但这可是一位半神的1000人小队，其强度绝非张斌这种刚开辟神域不久的菜鸟能够相比。见张刚态度坚决，许梅无奈只好答应。而另一边，经过我多次施展生长加速能力，神域中的蝗虫达到了惊人的48亿之巨，除此之外还有近100亿的蝗虫卵等待孵化。就在我准备再次施展生命献祭时，教导主任许梅通话申请弹出。在经过几分钟长谈，我大致了解了事情。为了加快提升自己实力，做好迎战准备，我直接开启了第2次生命献祭。瞬间巨大的血色法阵显现而出，48亿普通蝗虫化为生命能量涌入法阵之内。很快，我眼前再次出现3个产物。选项1级圣物血色魔童，有一定几率诞生长有血瞳的核心卷组，而血瞳可提升宿主动态视力，看到血液后激发初级狂暴状态。选项2 1级技能金氏火球，可使核心卷组掌握初级火球术。选项3斩铁剑锋，剑锋族英雄级生命体。前2个产物固然不错，但考虑到明天是对战半神级别的1000人军团，光靠脆弱的蝗虫肯定不行。于是我选择了第3项斩铁剑锋。然而就在了解完它的基本信息后，我不由惊叹英雄生物体的强大，光是技能就有4个，其中有1个还是自创技能，就连神明登录器也无法评估领悟度。而斩铁剑锋有着人类的姿态，消瘦的身躯配上苍白的头发，最大的特点是它拥有2双手臂。这时斩铁剑锋感受到我的注视，当即请求道，伟大的神明啊，我需要剑，毕竟剑锋族为战而生，手里没有剑就等同于枪里没有子弹。我点点头，当即耗费我仅剩的50神力，为他购买了一柄暴风大剑。而斩铁剑锋接过剑后很激动地挥舞了2下，顿时激荡起猛烈的剑锋。可这时斩铁剑锋再次恳求，伟大的神明啊，我还需要3把同样的武器才能爆发出我最强的实力。听闻我顿时亚麻呆住，你家神力是大风刮来的吗？说要就要。不过考虑到明日与张刚的对战，斩铁剑锋实力的强大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现在以我在班级里的人缘，恐怕无人愿意借给我，迫不得已的只好向秦爽打去了电话。而在小学时我曾经救过他，从那以后秦爽便一直关注着我，并且在我被霸凌时他也会出手帮助，但就是他那傲娇的态度实在不行。与此同时，秦爽见我竟打来了电话，很是惊喜，你改变主意同意做我的奴隶了。听
闻我很是无语，并没有，我只是想找你借点神力。秦爽冷笑道：你找我借神力？那我倒问问你，你拿什么？还有你那垃圾卷族吗？我沉默3秒。那你借不借呢？借多少账号给我？秦爽冷哼道。挂断通话，秦爽恨不得抽自己的嘴2巴掌。为什么刚才挖苦的话会脱口而出？此时秦爽十分内疚，而我在收到150点神力后，我当即买了3把暴风大剑交给斩铁剑锋，瞬间斩铁剑锋对我的信仰直接提高1个等级，成为了一名真信徒。次日我被定点传送到学校教室，而张斌及他的父亲张刚早已等候多时。随着老师确定双方都准备好之后，张刚直接激活入侵卡，我则是被强制拉入自己的神域。一个巨型传送门在我的神域出现，随后从中走出一支狼骑兵军团。此刻张刚的半神化身位于狼骑兵上方，目视我小杂种，你昨日破碎我儿的神域核心，今天我定要你血债血偿。接着他便下达神谕，给我捣毁他的神域核心。狼骑兵冲锋，此刻我的神性化身高悬于半空，目睹到狼骑兵快速冲来，接着我便挥手示意蝗虫进攻，瞬间680万的蝗虫飞起，其中还藏着55万爆浆蝗虫。这时有名围观老师惊叹道：近700万精英生命体蝗虫，昨天不只剩下了2万吗？一天培育出近700万的数量，这繁殖力属实恐怖，哪怕是最垃圾的精英生命体，数量堆起来也绝对是一股不小的力量。可惜啊，这个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成长，现在的他根本扛不住狼骑兵的冲锋。果然在狼骑兵军团和蝗虫大军触碰的瞬间，场面就产生了一面倒的战况。自爆蝗虫虽然数量众多，但自爆的威力实在是太弱，而狼骑兵穿着全套精良铠甲，防御力惊人，普通自爆蝗虫根本无法炸穿他们身上的防御。顷刻间100万自爆蝗虫白白牺牲，却只换来的仅仅是几名狼骑兵轻伤。就在所有人认为我必败时，躲藏在蝗虫群中的爆浆蝗虫开始引发岩浆自爆，不但爆炸威力巨大，还能迸发出大片岩浆，造成建设伤害，局势瞬间逆转。1000名狼骑兵在爆浆蝗虫的攻击下死伤惨重，而这一幕简直要把观战的师生眼睛惊掉。什么情况？那种爆炸威力更大，还能建设岩浆的蝗虫究竟是什么物种？超凡生命体吗？而年级主任许梅更是万万没想到，我竟还藏了这样一个杀手锏。此时张刚见状，脸色铁青，他接着向狼骑兵军团的队长下令，动用所掌握的超凡之力。狼骑兵队长收到神谕，当即狂嚎一声，释放超凡之力，冰冻光环，瞬间冰冷的气息向周围扩散，在其范围内温度骤降，打断了蝗虫的攻击。同时一些没死的狼骑兵再次发起攻击，局势又一次逆转。此刻我的蝗虫群只剩下不到50万，里面的爆浆蝗虫也消耗殆尽，但张刚的狼骑兵却还剩200只余。随着他下达神谕，让狼骑兵发起冲锋，很快狼骑兵便攻入神域中心，而我的神域核心也近在咫尺。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我的核心要被击破之时，突然一声惊叹传入众位观战者的耳中，快看，白总的神域核心前的是什么？只见核心之前站立着一道消瘦的身影，而这道身影有着一头飘逸的白发随风摆动，还有着4条手臂。在场老师无一能认出那道身影，唯有许梅在思考片刻后给出答案，那是剑锋族，天生就是超凡生命体的剑锋族，但他的这只竟是英雄级生命体。而此时张刚震惊的同时还感到强烈的嫉妒，他奋斗数十年也不过只培养出了一名英雄生命体，可眼前的我，一个高3的学生，竟能拥有如此优秀的眷族。张刚眼睛泛红，嘴里嘟囔道：抢走他，一定要抢走这名英雄生命体，只要打碎神域核心，这名剑锋族的英雄生命体就归我了。接着剩余狼骑兵听从张刚的指挥，从多个方向冲向神域核心，而面对四面八方冲来的狼骑兵，斩铁剑锋的斗志高昂，4把暴风大剑在他剑锋天赋的影响下迸发出阵阵破空声。随后他使出3级技能初级暴风斩，瞬间斩铁剑锋的大剑狂舞，搅动空气，化作一道10米高的龙卷风，将神域核心护在中心。外界凡是靠近核心的狼骑兵，尽数遭到龙卷风激荡的剑锋斩切，轻则受伤，重则当场绞杀。在没了核心这一后顾之忧后，他便开始补刀那些狼骑兵1级技能初级旋风斩，发动4把暴风大剑，狂舞之下斩铁剑锋宛若一台绞肉机，轻易斩杀了10多个狼骑兵。2次技能初级烈风斩，发动4道巨大剑锋飞出，即便是相隔100米，也足以将狼骑兵分割成2段。这时狼骑兵队长发出愤怒的咆哮，冰冻光华再次发动，冰冷之力冻住了斩铁剑锋的双脚。狼骑兵队长抓住机会驱狼袭来，可此时斩铁剑锋却不为所动，只见他4把暴风大剑高举，将磅礴的风能汇聚，凝结成一柄10米长的风能量巨剑，自创技能斩铁式发动，一剑瞬间砸在狼骑兵队长身上，神域大地也随之震颤2下，而狼骑兵队长的血肉如雨般洒了一地。观战模式的师生见状不由得张大嘴巴，超凡生命体的狼骑兵队长竟轻易被斩铁剑锋的一招斩铁式搅成了碎肉。与此同时，张刚的脸色铁青，他怎么也不敢相信，和一个高中生的对战中，他身为久经沙场的半神竟然输了。接着张刚恼羞成怒地大喊道：可恶，狼骑兵将领，给我踏平这片神域！随后传送门中无数狼骑兵身影显现，为首的是和斩铁剑锋一样同为英雄生命体的狼骑兵将领，而在狼骑兵将领身后还跟随着100万狼骑军团，其中超凡级别的狼骑兵更是有上千名之多。可就在这时，一股更为磅礴的威压降临在我的神域中，来人正是身为真神的校长。半神，你想违背自己的约定吗？张刚感受到真神的压迫，立马解释道：不敢闹着玩呢。说着便命令眷族火速退出了我的神域，随后赶快逃离了教室。而真神校长的现身使得观战师生
纷纷惊呼，校长平时公务繁忙，唯有开学和毕业才有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在这场比试中能目睹校长神威。校长目光落在我的神域内，难得的点点头，赞叹了一声，随后便散了身形，消失不见。比试结束，师生们纷纷被强制退出观战模式。此时年级主任许梅看到我的优秀，是越看越喜欢。白总做的不错，但你也不能因为拥有英雄生命体而骄傲自满。英雄生命体并非无敌，以你现在的实力，甚至很难挤进年级前3。许梅给出一句忠告，我谦虚的点了点头。正当许梅准备离开时，我却叫住了她。许主任，我有一个请求，我要换班。瞬间全班哗然，而反应最大的无疑是班主任刘乐天。毕竟我的表现有目共睹，稳定发展下去，肯定能迈入一流学府，他也能沾我点光，获得学校的奖励。刘乐天赶忙摆出和善的模样，劝说道：白总，老师承认之前对你的关注并不多，我在这里向你道歉，以后我有资源也会向你倾斜，请你给老师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我却并不接受刘乐天迟来的道歉，毕竟有生命献祭能力的我不在乎什么资源倾斜。接着我重申道，我要求换班级。许梅听闻说道，白总，班级并非你想换就能换，如果你确实非常想换班级的话，就要通过学校布置的测文言。我坚定道，那我申请参加测试。话音刚落，秦爽突然站起身来，许主任，我也要申请测试。刘乐天见状简直要疯，虽然我只是潜力股，未来能到什么地步尚未可知，但秦爽却是实实在在的尖子生。更关键的是，秦爽家族势力庞大，产业繁多，刘乐天作为秦爽的老师有这层关系在，他能捞到不少好处。若秦爽走了，刘乐天绝对损失惨重。秦同学，如果你对老师有什么不满意，你可以说出来，老师肯定改，咱没必要闹到换班级的地步。刘乐天强起笑容，挽留道，可秦爽直接打断刘乐天的念想，没什么不满，就是不想待了。而许梅也深知秦爽家背景强大，不愿得罪，只能同意。正当许梅再次要走时，又是一个学生叫住了他，许主任，我也申请参加测试。这学生名叫张小龙，是班里的班长，综合实力稳入年级前10，之前一直是刘乐天的心腹，但他却一直暗恋秦爽，所以在看到秦爽换班时，他自然也要跟过去。而此时的刘乐天见状都快哭了。放学回家后，我进入神域查看当前的情况。经过一场恶战，神域内自爆蝗虫和爆浆蝗虫数量锐减，普通蝗虫的卵受到战斗波及，有40%被毁。但经过培养后，神域中再次产出10亿只普通蝗虫，自爆蝗虫恢复到了100万，爆浆蝗虫则只有区区3万。就凭这点兵力，我真是没信心应对明天的测试。这时，斩铁剑锋感受到我的到来，主动祷告道：伟大的神明啊，逃走的狼骑兵就藏在矿山中，是否去把他们消灭？听闻我当即下达神谕，你去把那些狼骑兵抓起来，要保证他们活着，我有大用。斩铁剑锋接到我的神谕，当即展开行动，没多久便将所有狼骑兵拿下。眼看时间来到半夜，我再一次使用生命献祭。随着献祭仪式的结束，3件产物出现在我眼前。选项1，阿尔法机甲，媲美超凡生命体的机械产物。选项2，1级大熔炉图纸，可建立一座庞大熔炉，最高能够打造出信仰装备。选项3，哨塔3座，提供长远视野，预防敌人入侵。看着3个选项，我很是无奈，竟然没有一个适合自己。不过提到锻造，我记起在击败张斌时，俘虏的800个矮人被我丢在神域矿山区挖矿，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下意识将意念投过去，结果发现这些矮人过得竟还不错。原来800名矮人现在居然繁衍到了900名，甚至还将挖出的矿产打造成各式各样的武器留存。这时一位矮人老者感受到我的注视，当即挪动身体向我跪拜：神明啊，感谢您赐予我的美好生活。听闻我更加不解，接着我通过神明的手段读取矮人老者的记忆。原来在张斌的神域中时，矮人虽然是核心眷族，过得却并不好，因为张斌要求全民皆兵，每个矮人生下来都要压抑自己对打造装备的热爱，强制接受军事化培训。但在被我收入神域后，这些矮人完全被我散养，而挖矿打造装备便是他们的最爱。这和张斌神域相比，简直就是天堂。看矮人有此等觉悟，我心生主意，当即在3个选项中做出决定，选大熔炉图纸。随后我将建造大熔炉的重任交给矮人，一听神明降下，赐祝他们更好的锻造。矮人们个个激动不已，他们也直接变成了我的真信徒。我笑了笑，身形消失在矮人眼前。而接下来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做，那就是疯狂暴兵，应付明天的测试。次日我来到教室参加测试，没成想刘乐天竟故意针对我。秦爽和张小龙都是最简单的测试，而我的测试难度却被他调成了地狱难度。当别人早已完成测试时，我却迟迟没有结果。只因此刻，我的神域中闯进来的是1万名精英生命体的赤戈布林一族。见状，我顿觉呼吸急促，因为赤戈布林有着一项与生俱来的属性抗火，所以导致我的火属性蝗虫对其伤害并不多。与此同时，观战模式中的刘乐天脸上冷笑连连，怪就怪你拒绝了我的好意。1万名赤戈布林大军足以把你的神域打穿。而教导主任许梅无暇看刘乐天那虚伪的嘴脸，目光一直停留在我的神域上，他期盼着我能够再给他带来一个奇迹。随着赤戈布林大军入侵神域，双方的大战一触即发。我当即下达神谕，攻击26亿蝗虫向赤戈布林军团袭去。而赤戈布林军团也不甘示弱，他们爪子上汇聚起一颗颗火球，朝着蝗虫发射，而每颗火球都能将数十只蝗虫化为灰烬。虽然每1秒都有数十万蝗虫被灭杀，但赤戈布林的
的上网维护其位。此刻我看准时机，再次下达神谕，自爆蝗虫出击。500万自爆蝗虫在普通蝗虫的掩护下，向哥布林灵军团发起自杀式袭击。霎时间，噼里啪啦的爆炸声不绝于耳。终于，赤哥布林军团有了损伤，有6000头赤哥布林被不同程度炸伤，400头赤哥布林直接被炸死。可对于数量上万的整个赤哥布林军团而言，这点损伤不算什么。无奈我只能动用自己的杀手锏爆浆蝗虫出动，积攒的40万爆浆蝗虫瞬间闯入赤哥布林阵营，炸裂开来。大片岩浆将赤哥布林大军所在之地打造成一片熔岩地狱。一些受伤的赤哥布林被高温持续灼伤，最终惨死在这片熔岩区域内。可赤哥布林终究是火系精英生体体，40万爆浆蝗虫的死仅仅带走了3000名赤哥布林的生命。此时观战的老师和同学们纷纷断言，他这次铁定完了。虽然还有一名英雄生命体做底牌，可就算英雄生命体再厉害，能斩杀6500名赤哥布林吗？而教导主任许梅也看不下去，给我传音道：坚持不住就认输吧，失败并不可耻，只有活着才能有机会去洗刷失败的耻辱。对此我却是摇了摇头，接着命令斩铁剑锋出击。随着他4把暴风大剑挥舞，大片区域激荡着狂暴的剑锋，但赤哥布林军团不甘示弱，在火球齐射下，斩铁剑锋也受了伤。在经过无穷的火球袭击下，斩铁剑锋全身伤痕累累，已经处于濒死状态。而在他周围超过5000具赤哥布林的尸体躺在地上，剩余的1000多名赤哥布林汇聚火球，要给这名顽强的英雄最后一击。同时刘乐天难掩脸上的爽意，他似乎已经看到了我神域核心破碎的场景。可就在此刻大地震颤，只见900名全副武装的矮人大军冲了出来，为首的矮人老头大声吼道：守护无神杀！瞬间他们就冲到1000多名赤哥布林的面前，战局又一次进入焦灼状态。随着喊杀声和爆裂声再次响起，观战的众人纷纷震惊，他们更是不敢相信，我除了核心眷族蝗虫外，居然还多养了一支矮人军团。此时我神域中厮杀声越来越少，随着最后一头赤哥布林被矮人老头锤爆脑袋，我方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但这场战役导致我麾下的蝗虫近乎全灭，900名矮人军团仅剩54名矮人存活。不过还好的是，英雄生命体斩铁剑锋未死。在观战众人还在回味时，许梅已经宣布我胜利的结果。此刻老师们向通过测试的3人发出邀请，但班长张小龙没有回答，而是将目光落在秦爽身上，而秦爽却在看我。班主任们立刻意识到我是破局的关键，可我却转头向许梅问道：许主任，我能问一下为什么我的测试难度会这么大？许梅回道：个人测试难度是由年级所有班主任共同决定，一时间选择给我最高难度测试的10名班主任哑巴了，我想看他们的投票情况。我说道。许梅将投票情况找出向我公示，在场12名班主任中9名班主任脸色尴尬，心里骂了刘乐天不知多少遍。剩下的2人，一个在庆幸选择弃权，另一个则在上下打量我。见状，我向未投票的2名班主任问道：两位老师，如果我加入你们的班级，你们能给我什么？我进入班级求的是资源，而老师接纳我要的是业绩，咱们两者各取所需。我确信自己在测试中的表现能为自己争取到更高的身价。2位班主任欣赏我的能力，直接做出规定：今天的测试，我看到了你在矮人眷族培养方面的能力。如果你加入我的班级，我能为你提供一支不下10000名矮人的队伍，靠着这支队伍，你必定能稳居年级前10，未来踏入一流高校不是梦。另一名叫田文的班主任则说道：核心眷族的培养才是最主要的，我手头有几件对虫族眷族非常有用的资源，你若是能加入我的班级，我助你完成蝗虫眷族整个种族的生命跃迁。听闻我直接选择了第2位班主任，因为我也是认为核心眷族才是最重要的。而随着我的加入，张小龙和秦爽跟着也加入了进来。此时田文心里乐开了花，当即拿出3张资源卡分发给我们。见状，顿时我的心头掀起滔天巨浪。这是张2级建筑卡虫巢，占地1000平方米，每年可孵化100万只虫族，效果是可将镶嵌在虫巢上的圣物效果完美展现。也就是说，我将虫巢建立在神域后，能把爆裂之心和熔岩火晶2件1级圣物加持到虫巢上，而虫巢会将2者的威能完美作用在所孕育的虫卵上。如此下来，我每年便能够定向获得100万爆浆蝗虫，这可比我现在用生长加速能力培养速度快多了。突然，许梅严肃的声音响起：诸位老师，今天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试炼，无关紧要，但7天后学校组织的统考可是重中之重，关系到日后各班级资源分配，各位同学老师做好准备。放学后，我第一时间进入神域，在经过统计后得知我的眷族数量：蝗虫204万，自爆蝗虫5000，爆浆蝗虫300，赤炉矮人52，英雄生命斩铁剑锋。这时我惊奇地发现出现了个新名称：赤炉矮人。此刻我很是奇怪，明明神域中的矮人只是普通矮人，怎么经过一战之后变了名称？我带着好奇去查看矮人的状况，只见赤炉矮人的皮肤赤红，而在他们的皮肤下流淌着岩浆般的血液。见状，我赶忙查看赤炉矮人的信息。赤炉矮人属于精英生物，它是由普通矮人经历绝望血战后进化而来的。眷族天赋则是有2个，一个是锻造，可提升宿主在锻造方面的悟性；另一个是延续，能极大提升宿主的高温抗性，使宿主更容易掌握火属性技能。见此我很是惊讶，当即激励他们勤奋打铁的同时，也要勤奋造人扩大族群。而在后续的几天里，我白天上课，晚上疯狂爆兵。在生长加速的帮助下，我仅用了4天时间，便将核心眷族蝗虫重新恢复到了之前的规模。当蝗虫总数量达到了73亿时，也到达了神域环境所能承受的最高限度。我大手一挥，使用生命献祭，瞬间眼前再次出现3个选项。选项1：2级圣物爆食率，加载入神域核心后，核心种族获得爆食能力，食用食物总能量超
超过自身能量1000倍后即可完成自身进化，但生物本体是残破的，仅作用于普通生命体。选项2英雄模板交给一名超凡生命体使用，可助其晋升为英雄生命体。选项3一点神性，也就是1亿的神力。我再三考虑下，选择了选项1，2级生物暴食律法对我核心眷族蝗虫的作用很大，长久来看远超英雄模板和1点神性。但是以我现在的资产，压根无法饲养数量太多的暴食蝗虫，所以我只得退求其次，将暴食律法加持在虫巢上，每年定向培育100万只暴食蝗虫。转眼间3天过去，统考在即，我进入神域后，竟发现诞生出了一个超凡生命体的新物种，那是一群体长1米的巨大蝗虫，被我命名为炸浆蝗虫。见此，这让我对统考更加有了信心。次日，在老师把统考规则讲明白后，所有人进入自己的神域，只见在其中心是一颗缓缓旋转金色光轮，我能够从中感受到各班班主任的气息，他们不单负责维持统考正常进行，还要负责监督学生，防止作弊情况。没过多久，班级学生到齐，金色光轮中一道毫无感情的机械声响起。本届投考第1轮淘汰考核即将开始，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此时众多学生面色变得紧张起来，随着倒计时的数字数到1，我返回自己的神域中，而在我的神域边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单向传送门，传送门中顿时冒出阵阵不祥气息。我紧张的号召麾下所有眷族打起精神应对外敌。突然一阵奔腾声传出，只见一大批全身魔气缠绕的肥胖魔物攻了过来。见此，我嘴有点抽搐，现在只是淘汰赛而已，至于玩这么大的吗？而眼前这是来自魔猿文明的魔物，名叫血肉魔魁，虽然是普通生命体，却拥有堪比一般精英生命体的战斗力，而且皮糙肉厚，极其抗打。不过他们有个弱点，就是行动缓慢。于是我号令5万爆浆蝗虫进行岩浆自爆，刹那间血肉魔魁被高温岩浆覆盖，他们每前行一步都会遭受到高温的持续伤害，大量血肉魔魁死在岩浆上，而他们的血肉被烤出阵阵肉香。我注意到这一点，派遣赤裸矮人将一些死去的血肉魔魁拖回，把尸体喂给普通蝗虫吃。没想到蝗虫们吃下后居然能消化，并且这些尸体营养丰富，能量充盈，这让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赶忙将虫巢上加载的2级圣物暴食律法和神域核心上加载的2件1级圣物调换。刹那间，所有蝗虫被神域核心影响，他们只觉得腹内无比饥饿，神域中的花草树木结成了他们的食物，包括血肉魔魁的尸体。而一只只蝗虫在啃食中体型膨胀，纷纷从普通生命体跃迁成为精英生命体。不到2个半小时的功夫，我的麾下就多了500多万头精英生命体的暴食蝗虫。与此同时，场外各班主任见到我的表现纷纷夸赞，而刘乐天脸色却是像吃了屎般难看，只是走狗屎运歪打正着而已。论实力，他的蝗虫就是垃圾。刘老师，你这么说我可不认同。说着，田文老师放大屏幕，展现出我所培育的炸浆蝗虫。一旁有探知能力的班主任见状，评价道：哟，超凡生命体虽然只能算是超凡生命体里垫底的存在，但毕竟也算是跨进了超凡的门槛。刘乐天贬低道：超凡生命体蝗虫不还是蝗虫吗？综合战斗力也就和普通生命体的哥布林旗鼓相当，甚至某些方面还不如哥布林。听闻田文据理力争道：刘老师，你这就片面了，你不能总拿蝗虫的缺点和其他种族的优点比。蝗虫1年能让族群扩大100倍、1000倍，哥布林能行吗？刘乐天憋了一肚子气，大喊道：我不跟你争那些没用的，咱们看结果。我班里有个学生叫刘默，他的眷族就是哥布林，我敢跟你打赌，刘默的最终成绩一定会比他更好，你敢吗？平日里田文和刘乐天就互相看不惯，此时的田文被刺激上头答应了下来，而赌约则是谁输了谁赔5点神性。随着淘汰阶段的考核步入尾声，700多名考生中仅有430名考生通过了淘汰阶段考核。此刻各班主任脸色都不是很好，这成绩多少有些拿不出手。可到了选择是否继续进行排名考核那一步，又有130名学生直接选择弃考，一些脾气暴躁的班主任直接破口大骂起来。而继续参加考核的学生们头顶传来声响，排位考核现在开始。只见他们面前的传送门中走出10万具骷髅兵，所有人见此纷纷瞪大眼睛，不敢置信，因为骷髅兵是魔物中最低端的存在，在位面战争中是作为消耗敌人战力的炮灰使用，并且这次考核中的第一波骷髅兵明显只是最低级的普通魔物，里面连个精英魔物都没有，这一分近乎白送。此时选择弃考的130名学生肠子都悔青了。与此同时，神域中我看着眼前数量庞大的骷髅兵有些发愁，虽然骷髅兵实力弱小，但他们身无2两肉，压根不够塞牙缝啊！毕竟现在我可是有10多亿饥肠辘辘的蝗虫等待食物来实现生命跃迁。我无奈感叹一声，随即号令这10多亿蝗虫发起进攻。瞬间，蝗虫们化作一团黑云，与骷髅兵对撞，无数骷髅兵被高高卷起，重重摔落后碎成一地骨架，也有数不清的蝗虫被骷髅兵撞碎，化作肉泥，场面可谓是菜鸡互啄，伤害不大，声势极强。2个半小时后，战斗结束，地上全是蝗虫尸体和骷髅碎骨。受到生物暴食律法影响的蝗虫们实在饿得够呛，只能吞噬地上同伴的尸体来填补饥饿。很快地上就只剩下大片枯黄的骨骼，虽然这场景实在刺眼，但我可不愿神域被碎骨污染，于是我再次下达神谕，让蝗虫们将地上骨骼清理干净，投入赤裸矮人建造好的大熔炉里烧掉。没等我休息，第2波骷髅兵到来，数量依旧是10万，但其中夹杂了不少属于精英魔物的铁骨骷髅兵。这次我可不能再让普通蝗虫去送死，自爆蝗虫加上爆浆蝗虫组合再次发威。自爆蝗虫负责牵制，爆浆蝗虫进行岩浆自爆，造成巨额伤害的同时，留下一片火热的岩浆地面，对没死的骷髅兵进行持续高温伤害。就算是铁骨骷髅兵也难以在岩浆中生存太长时间。很快第2波攻势也被我击溃。注意到岩浆地面对骷髅兵的杀伤力后，我有了
一个新的想法，我直接将地上的岩浆维持下去，时不时让榨浆地虫往上喷点新鲜岩浆来维持温度，并且还叫赤炉矮人用大熔炉熔炼大量矿石，烧成炽热流浆状后倒入岩浆地面上。如此操作，使得传送门外大片区域变为死亡禁区，温度高到能瞬间将肉体蒸发。从传送门出来的骷髅兵刚踏入就被高温灭杀，我则安守外面，让斩铁剑锋盯着漏网之鱼。随着几波过去，无论来多少骷髅兵都被轻松解决，同时我的积分也越来越高，轻易的便突破到了年级前30。这时场外的刘乐天见此，倒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扛到了第7波吗？我们班刘默也进入到了第7波。众多班主任听闻，将目光投入刘默的神域中，只见他的哥布林眷族人手一把骨头大棒当武器，而有些班主任注意到，刘默麾下哥布林已经搭建了一条由普通生命体进化为精英生命体的生命跃迁路线。普通哥布林经训练达标后，可晋升为精英生命体大哥布林，并且在刘默神域中存在着好多建筑，13座1级箭塔，9座1级闪电塔，12座1级火球塔，光是这些建筑总价值就不会低于1000万神力。刘乐天见众多班主任震惊模样，心里洋洋得意。而刘默神域之所以有现在的规模，也是全靠他这个叔叔。可刘乐天还没高兴3秒，众多班主任便被另一个学生神域的战况所吸引。只见秦爽的神域中100座1级闪电塔耸立，天生精英生命体的雷雀总数量高达30万只。除此之外，秦爽还有100头超凡生命体古树巨人作为普通眷族辅助战斗，并且秦爽的核心眷族雷雀中诞生了一名英雄生命体金冠雷雀。入侵他神域的骷髅不论什么等级，连5秒都坚持不到，就会被无数狂雷所淹没。见此，所有班主任都是声声夸赞，而刘乐天心里却在滴血，因为秦爽原是他班级的学生，他的成绩也本该属于他的业绩，可要不是我的离开，秦爽也不会走。现在的刘乐天对我的怨恨已上升为仇恨。此时随着排位考核的第10波入侵结束，只有18名学生还在坚持，我就是其中之一。这时同学头顶再次发出机械音，第11波入侵即将开始，难度将会大幅度提升，请各位同学做好心理准备。听闻18名学生顿时警惕起来，目光盯着传送门。只见一道身影从传送门中缓慢走出，可就当班主任们看到那道身影时，集体发出一声卧槽，因为这一波的入侵者竟是名英雄生命体。普通的英雄生命体倒不至于让班主任们失态，但排名考核中出现的这名英雄生命体不一样，他综合实力很弱，甚至可以说是英雄生命体中垫底的存在，但若是把它放在特殊情况中，他所能爆发出来的实力会成千百倍提升。而那个特殊情况便是控股者入侵神域的第一时间，散落在地上的碎骨便像是受到了吸引一般，纷纷向控股者飞去。10波骷髅兵加起来上百万产生的碎骨足以堆成一座大山，在控股者的控制下，无数的碎骨聚合，形变3维，内凝聚成一尊如山般的古巨人。之前还占据优势的眷族纷纷遭受到沉重打击，不到3分钟8名学生便因眷族损失惨重选择退出考核，剩下的10名学生仍在采取各种方式顽强抵抗。而控股者进入我的神域后并没能大发神威，反而被我人工造的火山烧得东逃西窜，只因为我的神域中绝大多数碎器骨都岩浆融化成了灰，控股者没了碎骨加持战斗力，简直可怜，被斩铁剑锋追着砍成了18段。如此一来，我反倒成了剩余10人中第一个通过11波入侵的学生，这是作弊，绝对是作弊。刘乐天妒忌地说道，我如此轻易击败英雄生命体，控股者让他极其不爽。其他班主任也对此抱有怀疑，只因我对付控股者的过程太轻松了，让人不禁认为我是提前偷了题。我抗议田文自然要为自己的学生撑腰，田文你是在包庇你的学生，小心我向教育机构投诉举报你。刘乐天威胁道，你公然诋毁我的学生，说我学生作弊，你有证据吗？田文不甘示弱，到刘乐天冷哼，还需要证据？大家都是明眼人，谁看不出来我在对抗骷髅兵的异常举动？试问谁会在击败骷髅兵以后还主动清理战场？除非那个人提前知道后续会有能够操控骨骼的控股者出现，清理战场上的碎骨能够有效降低控股者的实力。我严重怀疑我提前得知了考题，这是严重的作弊行为，学校必须严查。田文被怼到无言以对，他虽然相信我的为人，却也觉得这件事未免太凑巧了。可这个时候教导主任许梅站了出来，关于白总同学的成绩，我来说句公道话，这一次统考内容是校长在临出发前布置下的，即便是我在统考开始前也不知具体内容。如果说白总同学在考前就知道考试内容，那可能性只有一个，就是校长向白总同学透题。刘老师，你觉得校长会做这种愚蠢的事吗？最后一句询问让刘乐天脑门上渗出一层冷汗，他若是继续坚持我偷题，就表示他怀疑校长帮助我作弊，真神威严，岂容质疑刘乐天承受不起。质疑校长的风险，他只能改口道，或许是我想错了，白总同学是靠自己的运气才击败了控股者。可纵使如此，刘乐天也不愿看到我拿下好成绩，他继续道，就算白总同学没有作弊，他的成绩也有很大水分，对于其他同学来说非常不公平。其他班主任跟着看向许梅，现在我的异军突起让他们意识到了危机，只要把我打压下去，他们的学生才有机会出头获得更丰厚的奖励。听到刘乐天的话，许梅冷艳的脸上带起一丝嘲笑，刘老师，你作为一名半神，知不知道自己的话有多可笑？神域文明培育种子讲的从来就不是公平，而是优胜劣汰。不管白总同学是凭借什么取得的好成绩，只要他不作弊，这份成绩就该属于他。至于你说的公平，你觉得你通过职权私下对侄子刘默进行资源倾斜，这对于其他同学公平吗？秦爽同学家里资助数千万神力，对其他同学公平吗？刘乐天顿时哑口无言，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藏得很隐秘的情报居然早已被许梅知晓。混蛋，原来刘默是你的侄子，难怪你要拿他和我打赌。田文这才反应过来，刘乐天是做好计划来坑他。可转念一想，我凭空崛起，轻松解决英雄生命体，控股者
者他又乐了，有句话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白总。学生，我已经通过了第11波考核，你侄子刘默想要过第11波考核难度出乎意料的大吧？刘乐天赶忙看向属于刘默的界面，就见控股者操控的古巨人在刘默的神域中大肆破坏大量建筑，被毁坏无数精英生命体。大哥布林被灭杀，刘默硬抗几次古巨人攻击后实在扛不住，不得不宣布失败。他的成绩被限定在年级第7名，已经相当不错，可距离我却差得远。打赌的结果出来了，我的学生我通过第11波考核，你的侄子刘默没能通过第11波考核。刘老师在场，老师都是见证人。5点神性的赌注，你不会赖账吧？田文这下春风得意，刘乐天真想一走了之，可他丢不起那人，不得已他只能咬着牙从神域中取出5点神性，凝聚成卡片，交到田文的手中，还不忘警告道：田老师，请你保管好这5点神性，总有一天我会把他们都拿回来。田文不客气的接过5点神性卡片，回道：谢谢你的神性，我不会让那一天到来的排名考核，仍在继续解决掉英雄生命体控股者后，我等了好半天才迎来第12波。入侵负责打头的依旧是一头英雄生命体控股者，后面跟随了10名超凡生命体骷髅骑士，我派上剑锋斩铁以及20头炸浆蝗虫上场，轻松将这波入侵解决。但是其他同学可没这么容易。第11波的时候，他们费力击杀一头控股者，还没来得及清理满地碎骨，等12波又跑出一头控股者外搭10名骷髅骑士。这些少年天才的心理阴影不是一般的大，心里大抵在抱怨：怎么又来了？没完了吗？扛不住控股者带来的巨大压力，又是3名学生骂骂咧咧的退出了考核前3名诞生，分别是我、秦爽以及张小龙。至于谁是第一，还得多等待片刻。第14波黄飞核心卷组死伤严重，选择退出，喜获排名榜第3名。好成绩。第16波秦爽的核心卷组雷雀机体筋疲力竭，一击闪电塔损坏大半古树巨人，战死6尊，他自知不敌，下一波袭击便主动退考，我自动成为排名榜第1位，可全身心投入考核的他并不知晓结果，还在继续随着考核来到第20波传送门中，率先出现的依旧是英雄生命体控股者，只是在他身后跟随的超凡生命体骷髅骑士数量足足有5000之多，但在炸浆蝗虫面前，庞大数量所带来的并非优势，反而是弊端爆炸。响起密集的骷髅骑士军团遭受到巨大冲击，其中不单单是爆炸，还有来自炸飞同伴的误伤，连续几波轰炸下去，5000名骷髅骑士被炸得肢体破碎，战斗力大减。控股者想要汇聚碎骨反击，可他在踏出传送门的一刻，便被同样为英雄生命体的斩铁剑锋盯上一记斩铁时送控股者，归西剩余的骷髅骑士在剑锋斩铁外加赤炉矮人的游击下逐个击破。随着第20波入侵通过，所有班主任都盯向仅剩的屏幕，毫无感情的声音再次响起：第21波入侵即将开始，难度大幅度提升，请同学做好心理准备。通知下达传送门剧烈扩张，暴涨4倍，才停止浓厚的死亡气息从传送门中蔓延出来，周围温度明显下降了几分。一尊华丽的白骨王座从传送门中移出，在白骨王座上，白骨如玉的骷髅领主正坐2尊控股者，恭敬地站着充当侍者。白骨王座之下有1万名骷髅骑士，强如超凡生命体的他们，当前职责只是为骷髅领主抬轿，竟然是骷髅领主。观看的班主任们纷纷惊呼，才第21波就出现了领主生命体。要知道，领主生命体这种等级的存在，哪怕在场的诸位半神也不见得拥有神域内看到骷髅领主的第一眼，我就知道自己的挑战到头了。领主生命体绝非现在的我能够对抗，我果断选择放弃考核。随着我宣布退考的一刹，传送门中传出巨大的吸力，把骷髅军团吸走。骷髅领主折断自己一根肋骨，奋力抛出那根肋骨，化作一道流光飞向我神域的另一端。我被传送回到虚空内，抬眼看去，金色光轮上升，腾起一面巨大的榜单，而在榜单的最高点是我。我又惊又喜，我虽然意料到自己取得好成绩，却没想到成绩会这样好。显而易见，刘乐天气急败坏却无可奈何，这次不但没得到尖子班的荣誉，还赌输了。5点神性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亏到了姥姥家。反观田文整个人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班级成为尖子班之首，还白得了5点神性。统考结束后获得的奖励有一单位铁矿石资源卡，价值100神力的神域领土，以及1级圣物1件。在这时，班主任田文给我传音道，选择1级圣物毒物珠。当即我从列表中选择1级圣物毒物珠作为自己的奖励，剩余奖励还有繁衍卡1张、1级神殿1座，以及前10名奖励1件神力武器，要求价值在10万神力以下。我思索神域的情况，剑锋斩铁有4把暴风大剑，目前不用更换武器，核心卷族蝗虫用不到武器，无需考虑排除两者，这把神力武器的归属将会落在赤炉矮人头上。结合赤炉矮人的属性和种族特征，我将火属性以及锤类武器等条件输入搜索界面上，很快便显现出适合的选项。我目光落在价值最高的那把神力战锤上，由领主生命体炼狱9头蛇的核心打造，蕴含庞大的火焰能量。这把战锤完美的符合赤裸矮人所有的条件，但唯独最后的使用要求必须是火系英雄生命体。前5名奖励超凡种子，到手前3名奖实力神域核心等级正义。最后在众多同学的注视下，教导主任许梅亲自将蕴含1点神性的卡片交到我手中。回到教室，班主任田文目光扫过教室里剩下的42位同学，说道：下面有请咱们班的前3名上台领取班级奖励。我、秦爽以及一位叫徐隼的同学走上台来。田文打开班级资源列表，白总在这次统考中大放异彩，取得了第1名的好成绩。
成绩班级奖励为100班级积分，以及可以在班级高等资源宝库中任意选择一种。我目光在班级高等资源宝库列表上扫了一眼，经过3秒思索后做出决定，选生命喷泉可大量喷发蕴含生命能量的泉水来滋养生命，改善周边环境。只要将生命喷泉放在神域中，便能直接对我的核心眷族蝗虫起到作用。领完奖励回到座位上，刚坐下，我便收到来自徐隼的语音私信：白总把你在统考中获得的那点神性卖给我，我用1.05亿神力和你交换，现在就交易。我眉头一皱，同学之间的交易是常有的事，可你一副命令的语气就让人很不爽。再说一点，神性是由1亿神力凝聚而成，徐隼居然愿意多出500万神力，是家里钱多烧的，我不认。为徐隼是个败家仔这个交易提议里必定有问题，见我迟迟不做，回复徐隼催促道：有什么好犹豫的？只要你同意，1亿0500万神力就是你的了。这笔神力足够让你买下一条蝗虫生命跃迁的路线，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冷笑徐隼如此焦急的催促，让我确定一点，提议里绝对有坑。我不同意，我干脆回绝道：1亿1000万神力，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呵，我只用1字表明自己的态度。徐隼气得咬牙切齿，他家族有19个半神，1个准真神，说全是滔天一点都不过分。但我家里有啥是谁给他的勇气？自己的。白总，我祖父正准备晋升真神，很需要神性，你把这点神性卖给我，除了神力之外，我欠你一个人情。为了拿到神性，徐隼耐着性子向我又发送了一条鱼因私信，我有些心动。1亿1000万神力绝对是笔巨款，若是能获得这笔神力，它完全能够让神域承载蝗虫的数量上升数十倍，到时候神性这种东西还会少。正当我准备同意徐隼的提议时，又一条私信传来，是秦爽发来的：你统考中收获的那点神性，我出1亿5000万神力购买，你同意吗？我整个人都呆了，1亿5000万神力足足比徐隼的出价高出4000万神力，秦爽这么不差钱的吗？而且这个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了一点神性本身的价值。秦爽多花5成神力来购买一点神性，原因为何？我忍不住发问道：一点神性不是价值1亿神力吗？很快他收到秦爽的私信回复：你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吗？一点神性确实可以用1亿神力凝聚，但前提是神明自产自销，就是通过自己眷族产生的信仰之力凝聚神力，再用来凝聚自己的神性。如果其中掺杂了其他神明的信仰之力，神性凝聚的成功率会大大降低。当前神性的市场价是1亿4500万神力，而且有价无市。听了秦爽的科普，我顿时便意识到神性的价值。是他醒悟徐隼那小子居然明目张胆的想捡我的漏，这他妈谁能忍？我直接对徐隼回了个字：滚。徐隼收到回复，简直要把废气炸，别以为你统考取巧得个第一就张狂，你给我等着，我将神性卖给秦爽，1亿5000万神力到手，这下可算是有钱了。这就和普通人突然中彩票拥有了500万一般，一夜暴富。或许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我这种做法属于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但我不后悔。有了这笔神力，我就能大力发展神域，培养眷族，到时候一献祭那一点神性不就回来了吗？放学回到家，我第一时间就冲入神域中，把今日统考所得到的资源统统用上转化，为自己的实力20平方公里的密林地形加载到神域和神域里的树林相接一级神殿，选地建立就建在赤裸矮人营地不远处生命喷泉，找了片贫瘠的土地放置好，假以时日，贫瘠的土地在生命喷泉的滋养下会成为一方沃土。除此之外，我还将繁衍卡使用在蝗虫身上，让本就擅长繁殖的蝗虫数量增。处理完这些，我拿起神力武器炼狱战锤和那颗超凡种子来到赤裸矮人这边。经过这段时间的休养生息，赤裸矮人的数量略有提升，达到了59人。在没有战士时，他们便挖矿锻造，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异常充实我的出现让赤裸矮人们激动不已，纷纷跪伏在地，高呼神明伟大，赞美神明。我瞧着跪倒在地的赤裸矮人，心里再次感叹，这若是自己的核心眷族该多好。他先是客套似的发表了几句宣言，随后将神力武器炼狱战锤赐下，随后又在这些赤裸矮人中找了一名最强壮的青年，赐下超凡种子，为其起名为神锤，以激励他提升实力，早日成为英雄。举起炼狱战锤一下，得到了2件赐福的赤裸矮人兴奋不已，对我的信仰更加纯粹，全体成为前信徒。获得超凡种子的赤裸矮人神锤更是一跃成为狂信徒。我欣慰的点点头，又鼓励了几句才离开。至此，统考所获得的奖励就只剩下1级圣物毒物珠，没有使用。当时我是听从了班主任田文的提示才选择了这件圣物，可它究竟有什么用呢？正当我不解之时，一个视频申请传来，是班主任田文。我连忙接听田文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老师这么晚，您找我有什么事？我问到，田文也不墨迹，直说道：今日统考，在你和刘墨同学谁更优秀的问题上，我和刘乐天赌了5点神性，结果我大获全胜。我连忙恭喜道：祝贺老师，只是田文得了5点神性，和我有什么关系？至于特意给他发视频来炫耀田文，笑笑这份赌注也有你的一份功劳，所以我准备分给你1点。说着，田文张开双手，2件物品出现，一件是我所熟悉的神性卡，活脱脱的1亿5000万神力，另一个则是一颗冒着黑色魔气的卵，那颗卵还在跳动，似乎是活的神性卡。不用我介绍，我重点给你讲解一下这颗魔胎卵。田文耐心道：这是我在外域征战时得到的一份战利品，是天魔虫王亲自诞下的卵，用特殊秘法炼制成死胎，虽是死胎，它却能够每日产生10升魔胎素。低级虫族可以通过食用魔胎素同化为最低级的天魔虫。在你入班时，我曾说过会助你完成核心眷族的生命跃迁，这就是我所掌控的关于蝗虫生命跃迁的一条路。听完田文的介绍，我看向魔胎卵的目光变得火热起来。我之所以不被学校老师看好，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核心眷族蝗虫太过垃圾。若是掌握一条生命跃迁的道路，蝗虫同化为天魔虫眷族，潜力虽不至于媲美秦爽的天生精英
英生命体，雷雀也能达到普通生命体，哥布林、矮人之流这两者你选一个吧。就当是我赢了赌注给你的分成。天文道，我没有犹豫，选择魔胎卵核心卷族蝗虫的生命跃迁路线。我必须拿捏见我选择了魔胎卵。天文满意的点点头，又说道：天魔虫和毒属性的契合度很高，你可以把1级圣物毒物株加载到核心上，结果绝对让你满意。我顿时眼睛一亮，谢老师，我一定不负您的期望。天文欣慰的瞅了我一眼，准备挂断通话，我却突然叫住了他，并继续问道：老师请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提供大量肉食的渠道？肉质差一点也没关系，商城里所提供的肉食实在是太贵了。天文疑惑随即又明悟过来，在统考中淘汰考核中，我曾指挥蝗虫吞噬血肉魔魁。你如果想拿肉食来喂养蝗虫，我劝你不要用商城上所购买来的肉食，代价太大，收益很低。天文劝道：最近校长在攻略一个魔猿位面，必定有大量血肉魔魁的尸体，我可以为你询问一下。那就多谢老师了。我连忙感激道：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2级圣物暴食律法的作用太过强大，在其作用下，神域里的蝗虫们变成一个个饭桶干饭干的，飞快数量激增之下，仅凭神域内的产出根本无法满足蝗虫们的胃口，尽快寻找食物渠道才是上策。天文点点头，这才离去。我则赶忙将魔胎卵找地方安置，放置好的魔胎卵很快产生了第一滴魔胎素。我抓来一只蝗虫，让其服用了魔胎素后，蝗虫身上顿时升腾起阵阵细魔气，很快化作一个茧，将蝗虫全身包裹。我在魔茧旁等了2天，才渐渐裂开，一个和蝗虫又3分相似，身长10厘米，口齿更加锋利，头上长有一根尖角的虫子出现在他眼前，查看信息。核心卷族天魔虫虽然依旧是普通生物，但其实力要比蝗虫强100倍，这点从提供的信仰之力就能判断出。同时我还注意到天魔虫的信息里没有繁育这样信息，意思就是由蝗虫同化出的天魔虫无法繁育，每一只天魔虫都必须靠魔胎素来同化，1滴魔胎素能够同化一只蝗虫1毫升，有20滴魔胎素10升，就是20万滴魔胎素。顺利的话，每日我就能够获得20万只天魔虫，日积月累也能积攒起一股力量。而且新生的天魔虫同样受到圣物暴食律法的影响，刚出生就一通猛吃，在吃够自身能量的1000倍后，天魔虫体型增大10倍，晋升为精英生命体。我又尝试将1级圣物毒物株加载到神域核心上，霎时数量庞大的蝗虫中有1/1000受到影响，变异为普通生命体的毒物。蝗虫能够释放微量毒物，作用不大。是新生的天魔虫受到毒物株的影响后，90%以上发生变异，变为精英生命体的毒物天魔虫，实力暴增。我不禁感叹，田文老师说的果然没错，天魔虫和毒属性确实比较契合。魔猿某个位面中，校长尹平愁眉苦脸，他虽贵为真神，却也遇到了难题。来魔猿征战，已经4年死在他眷族手中的魔物不计其数，可随着战争的进行，一些小问题日积月累之下成为了大毛病。战场上骷髅族的碎骨遍地，纵使尹平这方搭建了数十座焚烧炉来清理碎骨，却依旧是杯水车薪，并且还因为过量焚烧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导致眷族患上尘肺寿命大减。丢在战场上，不管还会不停释放魔气污染，环境引发瘟疫，就算把尸体封入卡片，也只是白费神力，因为根本没地方扔。等卡片上的神力耗尽，尸体又会爆出来继续污染。校长尹平为此无比的头疼。恰逢此刻，一个星际视频申请传来，校长尹平眉头一皱，他记得来电的是学校的一名老师，2人关系并不熟，为何这名老师要花费高额神力拨打私人星际视频呢？接通视频，田文的身影浮现在校长眼前。田老师，你有什么事吗？田文直言道：回校长贸然给您打视频，是想向您询问是否能提供血肉魔魁的尸体。我有一个学生想买。校长尹平听这话有了兴趣，你的学生要血肉魔魁的尸体做什么？田文实话实说，他准备用来核心饲养眷族，他的核心眷族是蝗虫，在统考淘汰考核中曾使用过血肉魔魁的尸体，并无不良反应。说着，田文将我在统考淘汰考核中相关的视频发给校长。校长看过视频后两眼放光，这个学生不就是前几日和半神斗法的小天才吗？没想到小小蝗虫竟有如此作用。紧接着他又叹息一声，可惜魔猿的生存条件不适合蝗虫的生存，否则倒是可以引进一批蝗虫来啃食血肉魔魁的血肉，也省我们很多神力。随后校长命手下眷族搜集了100万具血肉魔魁的尸体，封入卡片让田文转销给我，就当是他这个校长对我的资助。就这样1天后，田文再次向校长发出视频邀请，理由是昨天给的血肉魔魁吃光了，需要更多的血肉魔魁，最好能建立长期供应。校长惊了，究竟多少蝗虫才能在1天的时间里啃完100万具血肉魔魁？惊叹之余，校长又非常高兴，血肉魔魁的尸体能处理掉，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只是长期供应可不能白送了，毕竟谁的神力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校长家也有海量眷族要供养，每天神力花费都是天文数字，但念在我是唯一购买者的份上，校长将价格定得很低，1神力可购买100具血肉魔魁，1万神力起送。这个价格勉强能弥补校长的神力消耗。从田文口中得知血肉魔魁的价格后，我大呼便宜，这可比商城里的肉食便宜上百倍。我当即大手一挥，第一次购买先来100万神力的。有了充足的食物，我神域中的蝗虫得以大肆发展，不但数量暴增，质量也上去了。神域内精英生命体、以亿计数等精英生命体蝗虫的数量达到神域所能够承载的极限后，我发动生命献祭，巨大的献祭法阵再一次出现在神域的上空，足足120亿精英生命体蝗虫顷刻破碎，化作无数道生命能量涌入法阵之中。待法阵吸收完最后一丝生命能量，我眼前出现3个选项：选项15名巨人战士，超凡生命体选项；3级技能晶石毒爆术，加载入神域核心后，可使眷族掌握初级毒爆术，可交由英雄生命体学习，最高可领悟至9级毒爆术；选项3分解及分解物质，提取纯粹能量。看到这3个选项，我眼睛放光，这120亿精英生命体蝗虫死的值，换来的东西果然都很棒。选项15名巨人战士，
那可是超凡生命体，而且是以破坏力著称的巨人族战士。至于选项2、3级毒爆树和天魔以及圣物毒雾珠，简直就是绝配。只是我神域核心目前等级只有3级加载，2级生物暴食律法残破和1级生物毒雾珠后根本没有空槽来加载。3级毒爆树就算把毒爆树对下来，也得很久以后才能用。至于选项3分解机，看起来普普通通。可从它简短的介绍中，我瞧出了分解机的不凡分解物提取能量晶石。能量晶石这种东西我听说过，据说是魔法测卷族的食粮金贵得很。若是选了分解机，还不得天天躺着把神力赚了。对3个选项思索片，课后我做好了决定，选分解机躺着把钱赚了。做好决定，分解机便出现在我的眼前。为了验证分解机的性能，我先是找来5吨铁矿石做实验，铁矿石投注分解机中，分解机开始疯狂运转。5个小时后，3颗拳头大小的能量晶石掉落，是铁晶石，可以用来给某些特殊种族当食物，还可以用来充当锻造的材料，每颗价值5点神力。不错不错，是个细水长流的发家之道。我对分解机很满意。突然一阵祷告声传入我的脑海中，这是1级建筑神殿的功效，能够将信徒的心声告知给我。祷告内容是赤裸矮人在挖矿的时候遭遇了亡灵的袭击，导致3名赤裸矮人受伤。赤裸矮人族长神锤在与那名亡灵对抗，希望神灵能够赐下神恩解救赤裸矮人族。我顿时心头一紧，在他的神域中怎么会有亡灵？当即我分出意识去查看情况，找准赤裸矮人族长神锤的位置。我的神性分身降临，就看到神锤正和一名骷髅战斗。神锤手持一把仿照炼狱战锤打造的信仰武器，挥舞起来呼呼生风。而他的对手是一尊只有1米高的小骷髅。小骷髅全身骨骼如同白玉晶莹剔透，看起来宛若工艺品。这让我想起了统考中第21波出现的骷髅领主。小骷髅和骷髅领主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耐心。看二者的战斗，我就发现小骷髅战斗力强得可怕。小骨爪与信仰武器战锤碰撞，能轻易在战锤上面留下爪痕，而他的骨爪却没有半分损伤。我下意识激动用神明的权限想去查看小骷髅的信息，结果失败了。系统提示小骷髅不是我的信徒，并且我没有侦查类的手段，无法查看其信息。我无但眼看神锤也不是小骷髅对手，他忙下达神谕将剑锋斩铁叫来，应战剑锋斩铁不愧是英雄。生命体上场一记旋风斩，便将小骷髅击碎成一地，骨架可转啊！瞬间散落的骨架便再次恢复。小骷髅又跳跃着杀向剑锋斩铁，剑锋斩铁又是一剑小骷髅破碎，但很快他又会恢复成原状。我发现第2次小骷髅恢复的时间要比第1次长1秒，他便猜到小骷髅被打碎后并非没有损伤，果然随着小骷髅被一次次打碎，他恢复的速度在逐渐放慢，实力也在变弱。我趁机上前劝说归顺，我信仰我，你将获得新生。小骷髅反手就是一股爪将我的神性分身抓破，来表示反抗。我冷笑神谕不破，他的神性分身就能永存给我，继续打到他归顺为止。我下达神谕剑锋斩铁和神锤，严格执行3天后，剑锋斩铁和神锤带着一堆失去光泽的骨头来到神殿。一道微弱的女声祷告在我的脑海中响起，无愿归顺神明。我神性化身于神殿，显现很是欣慰的拍拍小骷髅，那光溜溜的脑壳骷髅族属于亡灵令。我难以置信的是，眼前这具小骷髅竟然是领主生命体加以培养，或许能让小骷髅重现领主生命体。风采正当我思考小骷髅未来的风光时，小骷髅的祷告声再次传入他的脑海中。神明无饿，我迟疑。小骷髅喊饿，但正常的血肉他肯定是吃不下的，毕竟小骷髅胸腔内一目了然，连消化的器官都没有。无要骨质小骷髅的祷告更加明确，我手一拍，要骨头早说嘛！我下达神谕，让蝗虫带来大量血肉魔魁的骨骼。小骷髅赶忙扑上去，抱着骨骼吸收内部所蕴含的骨能量，一根比他还要长的腿，用了1分钟才吸光骨头，化作枯骨。小骷髅的骨骼则多了一丝光滑。我皱着眉头，按照这个吸法，没个3、5天，小骷髅压根恢复不到之前的水平，更别说提升实力。当即我下令将大量血肉魔魁的骨头投入分解机，提取纯粹的骨晶石。很快，1颗骨晶石送到小骷髅眼眶里的灵魂之火疯狂跳动。如果说刚吸收的骨头是馒头，那眼前这颗骨晶石便是满汉全席神明给呜呜。要小骷髅急不可耐的祷告，我才下令将骨晶石交给小骷髅。抱着拳头大的骨晶石，小骷髅用力吸收组成身体的骨头，迅速重新焕发光彩。跟着我以后会有更多的骨晶石给你吸收。我表示到小骷髅眼眶内灵魂之火疯狂跳动，竟一下从泛信徒晋升为了真信徒。安置好小骷髅，我就注意到剑锋斩铁和神锤。看向小骷髅时，眼睛里不经意露出的羡慕之情。这俩货是在羡慕小骷髅由晶石吸收作为神明，我必须关怀到每一位眷族身上。于是我大手一挥，到商城买风属性矿石和火属性矿石，买1亿神力的，让分解机时刻不停的生产风属性和火属性的能量晶石。眷族用不完就拿去贩卖，反正不会赔本。剩下的神力我留着给蝗虫买血肉。魔魁处理完一切，我看看时间该去上学了。下一瞬，我的身影传送到教室。1分钟后，班主任田文走入教室，宣布道：同学们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了吗？在座学生皆正襟危坐，认真听田文继续说。统考已经过去，再一次恭喜留下来的同学，你们都是精英。接下来这场考核才是真正能够拉开你们之间差距的关键，甚至对你们未来会被哪一所高校录取产生影响。听到高校录取，我眉头一挑，爷爷的遗愿让我去帝都学院的乱星海寻找失踪的父母，而帝都学院正是神域闻名最顶级的高校之一。本场考核将在学校所控制的微型位面群上举办，相对而言危险程度不高，但不代表没有危险。你们接下来将会被传送到魔渊位面，具体考试内容会在降临后以邮件的方式发送给你们。田文环顾在座学生，随后朗声道：你们还有1小时的时间进行准备。话音落地，教室里的同学便炸过了魔渊的位面。
据说那里常年弥漫着魔气眷族，进入有极大的可能会被魔气所侵蚀，成为毫无理智的魔化生物。唯有魔物和亡灵能正常存活。我还听说那里时常爆发亡灵天灾，亡灵们疯狂攻击任何活着的生物。这谁能扛得住哪位同学的眷族？是魔物求抱大腿。张小龙在听到田文宣布考核卫冕，就在魔渊的一刻，他便止不住脸上的喜悦，因为他的核心眷族是魔物，先天就占优势。这种入侵位面的考核一步快不快？张小龙已经预示到自己会在这场考核中崛起，到时候什么狗屁白总，什么徐损，统统滚一边去。他张小龙的时代要到了。正当张小龙想要去找秦爽炫耀，顺便发出组队邀请时，一道私密通信传来，上面未显示来电者姓名。张小龙带着些许疑惑，接下刘乐天的声音传出：小龙，是我刘老师，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张小龙小声问道。我需要你帮我解决掉一个人。刘乐天的声音中充满了恨意。是白总吗？不用您说，我也会去对付他。张小龙心里很清楚，他在前几天就听说，因为我的原因，刘乐天在统考中输给田文。5点神性，那可是5点神性，拿出来足以培养一名最低级的办神。不愧是我看中的学生，你帮老师办事，老师不会亏待你。刘乐天说着向张小龙发送了一封邮件，这是老师给你的资助，你先收着，对你考试有用。张小龙接收邮件，打开一看，竟是一张封印了超凡生命体恶魔亚龙的卡片。超凡生命体恶魔亚龙，这可是媲美英雄生命体的强大种族。张小龙有些兴奋道，赶忙将恶魔亚龙释放入自己神域中。其他同学基本都在联系家里，搜集各种能够抵抗魔气侵扰的道具，想尽办法提高自己的安全指数。转眼间1个小时，准备时间到，在田文的示意下传送进行。班里学生们被传送到了魔渊位面，随机分配到位面的各个区域。降临位面后，他们还收到了一封关于考试内容的邮件。考试要求1：参考学生拥有一次眷族化身降临的机会，若眷族化身死去，学生将以真身降临真身，身死即真实死亡。2：参考学生每日拥有一次召唤眷族的机会，每次限制召唤眷族100名。仅凭这2条就把眷族弱小同学的考核难度提到了地狱级3。考核排名采用任务积分制，完成任务获取相应积分和奖励任务。猎豹如下任务：1：剿灭骷髅兵营。内容介绍：亡灵盆地驻守着一支庞大的骷髅族兵营，消灭9成以上骷髅，摧毁骷髅族的军旗提示。该兵营骷髅族士兵介于8000到1000之间，最低等级为普通亡灵，最高等级为超凡亡灵任务。奖励6：实考核积分随机一件1级圣物。我就看到任务列表上密密麻麻近500个任务，有的是消灭某个族群，有的是收集某种资源，还有的是在某地建立势力等，总之什么任务都有。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方面领取相关任务。当所有任务被完成或者参考学生清零本次考核结束，请选择以何种眷族化身降临。提示声传入我的脑海中，催促着他做出选择。他眼前浮现出4个选项，看到这4个选项，我心里直呼这把稳了。选项1：蝗虫化身选项2：赤裸矮人化身选项3：剑锋族化身选项4：骷髅领主化身虚弱残缺封印眷族化身。竟然是统计我神域内所有的眷族种族才给出的选项。蝗虫化身被我率先排除，只会自爆的蝗虫化身，选他就是自寻死路。赤裸矮人化身要比蝗虫化身优秀很多，但和后面剑锋族化身相比差得远。我纠结的是在剑锋族化身和骷髅领主化身之间该选哪一个。剑锋族化身妥妥英雄级生命体，实战能力超高，是真正意义上能以一敌千的恐怖存在。但选项4的骷髅领主化身是领主级啊，比英雄级更高，而且是属于死灵，能够避免魔渊内魔气的侵扰。虽然随身附带3个负面状态，严重影响了他的实力，可整体优势依旧要比剑锋族更高。我思索再三做出选择，就选骷髅领主化身。下一瞬他的身形收缩至1米，血肉消散，剩下的仅是白玉般的骨骼。现在的我活脱就是小骷髅的模样。我摸摸自己光秃秃的脑壳，空洞的眼眶里灵魂，之火寂静燃烧空气中飘荡的魔气，对他没有任何不良影响，反而让他感到很舒适。魔渊是亡灵和魔物的天堂，果然不虚。我心中感叹。选定化身后，我开始召唤眷族。考试要求规定，参考学生每日只能召唤1次眷族，每次所召唤的眷族限定为100名，所以我召唤出了100只精英生命体的暴食蝗虫。先是赤水100只暴食蝗虫传送到魔渊位面后，第一时间便遭到魔气的侵蚀。未过1个小时，100只暴食蝗虫便死掉了94只，剩余的6只里有3只半死不活，另外3只则被魔气所感染，朝着魔化蝗虫变异。对于这个结果，我早有预料。魔气对于生物而言，如同毒药，想要不被魔气侵蚀致死，化作魔化生物是最佳选择。但生物魔化后往往会失去理智，变得残暴不堪。可这点对于蝗虫来说并没作用，因为蝗虫本身就没有智慧，即便是被魔化后依旧会忠诚。听从我这位神明的指示，等待3只蝗虫完成变异，我才正式开始自己的考核之旅。他通过观察周边环境，结合考试内容里附带的地图，大体确定了自己目前的位置，跳出任务列表。我很快便将周边任务挑了出来。任务49：采集100颗古魔果奖励，20考核积分任务，280清缴血肉魔奖励，60考核积分随机一件1级圣物任务423，挖掘100块魔焰矿石奖励50考核积分，随机一件信仰装备。3个任务里采集古魔果最简单，我决定先挑简单的来。按照地图所指，我带着3只魔化蝗虫来到一片黑漆漆的树林，黑树上黑色果皮带有骷髅图案的果子便是任务中所提到
到的古魔果。我现在是一副小骨头架子，不方便爬树，便让3只魔化蝗虫给它摘果子。魔化蝗虫和普通蝗虫相比，拥有更加锋利的锯齿，它们速度很快，便咬下了100颗古魔果。我将其堆积到一起，封成一张卡片，正准备提交任务，一声声低吼从地下传来。我低头去看，就瞧见一具具尸体从土地中爬出，它们有的腐化严重，只剩下累累枯骨，有的残留着些许烂肉，浑身环绕着绿色的臭气。幸亏骷髅领主化身状态下的我没有逼死，否则还不得被这些腐尸臭死。这些腐尸有智慧，只残留着攻击的本能，它们慢慢悠悠地朝着我走来。我正想试试这具眷族化身的力量，他抬起小骨爪，一个箭步冲上，直接刺穿一具腐尸的胸膛。腐尸是亡灵，哪怕是摘下心脏，对他而言也等同于无他，还有力气朝我挥舞手臂，想着打回来。我岂能让小小腐尸如愿一鼓爪把他头扇飞没了脑袋？腐尸这才挂掉。我如法炮制，轻易灭掉爬出地面的20具腐尸，才获得片刻安宁。真是的，20考核积分就这么麻烦，最高分100分的任务到底得难到什么程度？我将古魔果收入卡片，提交任务，获取积分后照着任务列表一通找寻，最终发现了价值100考核积分的任务500灭杀黑暗蛙人半神，奖励100考核积分，1点神性1000班级积分，竟然是灭杀半神，怕了，还是老老实实做任务攒积分吧。我认怂到哪怕是最弱的半神也拥有5点真，幸会下至少还得有一批以万为单位计数的信徒，可不是当前只拥有3只魔化蝗虫的我能招惹得起的。关掉任务列表，我就看到3只魔化蝗虫在啃食腐尸的尸体，他顿时感觉有些反胃，虽然他现在连胃这个器官都没有。回首望这片森林，黑色的树上还存有好多古魔果。我脑筋一转，记上心来，他当即向魔化蝗虫下达命令，将这片树林中所有的古魔果都摘下来。3名魔化蝗虫只能暂时放弃进食，卖力去干我所交代下来的事儿。眨眼间1天过去，树林中所有的古魔果都集中在我的手中，他每100颗古魔果封印成一张卡片，最后共收获40张卡片。换个角度看，这或许就是800考核积分任务，40、90重复任务，每个人都可以完成一次。我虽无法再提交，但是其他同学可以用一些物资换20考核积分，相信其他同学会愿意的。如此想着，我调出通讯界面，打开班级交流群。有人买任务49所需的100颗古魔果吗？以物换物也能接受一句话，出整个群陷入死一般的寂静，足足等了10秒钟。大家没等来班主任田文的警告，顿时群里炸了，还能这么玩？这是作弊吗？这是作弊吧？你懂个屁！这叫资源整合。白总，我要1份古魔果，我出50神力，我也来1份。我出50神力，只允许使用在本位面所获得的资源进行交易违者，警告1，刺激期3次警告，取消考核资格。班主任田文终于做出回复，一时间群里更热闹了，好多同学和我进行交易，我也一一进行回答。注视着通讯界面化身恶魔亚龙的张小龙心里冷笑，我还正愁该如何找你，你居然敢自报位置，这次我看你怎么死。说完，张小龙向我所在方向冲去，在张小龙身后100条地狱恶犬紧随其后。